这是小女儿，这是大女儿，这是妈妈，而家里的爸爸却长这样，母女三人膘肥体壮，唯独爸爸骨瘦如柴，真有种莫名的反差萌。女人名叫贝瑟尼，今年40岁的她体重已经超过了600磅，过度的肥胖导致她无法正常弯腰，连穿个袜子都要叫10岁的小女儿来帮忙。接着她又步履蹒跚地走到厨房，向大女儿点起了早餐。Start with like a honey bun and a muffin, and then if you'll make me like some scrambled eggs and some toast. Okay. 说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趁着大女儿做饭的空档，又让她给自己拿点零食来吃。这一套流程下来，真分不清谁才是母亲了。大女儿伊莎贝拉独自照顾母亲和妹妹，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伊莎贝拉还是表示自己深爱着母亲，愿意为她做任何事。说着，把一碟早餐递给了母亲，另一碟放在了一旁。就在我以为一家人要进行温馨的用餐时，贝瑟尼把沙发脚一抬，就目送俩小孩出门上学了。原来这2盘都是你一个人的早餐啊！ And as much as I hate that, I still can't stop eating like I want. 就这样在沙发上干坐了一上午，上班的丈夫终于趁着午休，专程回家给贝瑟尼带来了午餐。因为他知道贝瑟尼不会出门，也不会自己做饭，要是自己不回来，妻子就只能活活饿死。 We've never really fought her on it because, if Mama wants, Mama gets. 家人们无止境的包容助长了贝瑟尼对进食的放纵，让她吃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并且一点也不觉得内疚。 And if I could, I would even trade sleep for food. 正因如此，每当家里的零食不够时，贝瑟尼就不得不开车去超市买，这也是她如今唯一的剧烈运动了。她带上2个女儿，也不是为了和她们享受快乐的购物过程，而是自己实在不想下车，就让女儿们帮忙跑腿。大女儿伊莎贝拉也深感无奈，好歹以前母亲都会坐电推车进超市，现在却连车都懒得下了。你要是说她，她还要发火；不说她呢，又只能看着她逐渐堕落。然而贝瑟尼似乎并不明白女儿的苦心，她的脑中只惦记着超市里的食物，巴不得自己一辈子住在超市里大吃大喝。转眼回到家，贝瑟尼等着外卖，照例开始回忆起了儿时的经历。由于父母工作很忙，年幼的贝瑟尼一直都是由祖母来抚养，可随着年龄增长，祖母逐渐有些力不从心，父亲又常年出差在外，抚养贝瑟尼的重担最终还是回到了母亲这边。没想到母亲为了治疗自己的偏头痛，竟对药物上了瘾，把贝瑟尼抛在了一边。无人看管的贝瑟尼开始无限制地进食各种垃圾食品，就这样越吃越胖，母亲也越来越厌恶她，甚至在贝瑟尼12岁那年，不惜选择用自杀来摆脱她。深受打击的贝瑟尼并没有因此悔过，反而继续依靠食物来缓解痛苦。13岁那年，她的体重来到了300磅。感到孤独的贝瑟尼开始积极地结交朋友，甚至开始了约会。高中时的她交到了一位男友，本以为遇见真爱的贝瑟尼，等到的却是渣男友无比粗暴的对待，打骂和虐待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还逼迫贝瑟尼和自己进行性行为。不堪重负的贝瑟尼最终选择了分手，没想到渣男友却反咬一口，四处散布贝瑟尼的谣言。在亲友们不明真相的声讨下，崩溃的贝瑟尼最终切断了和所有人的联系，再次沉浸在食物的海洋中。在15岁那年，成功达到了400磅，也同时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被迫送进了治疗所。显然，父母双方都不想要这块烫手山芋，甚至产生了放弃抚养的想法。只有祖母再次站了出来，将贝瑟尼接回了身边，一直到她高中顺利毕业。为了不拖累祖母，贝瑟尼离开家，找了份工作养活自己，也因此结识了如今的丈夫希尔顿。两人情投意合，相识6个月之后就结了婚，接着就有了现在的大女儿伊莎贝拉。扑面而来的幸福让贝瑟尼无比沉醉，体重也猛增至500磅。意识到自己还无所事事的贝瑟尼决心重拾学业。介于童年的经历，她选择了攻读心理专业，专门研究如何帮助他人解决成瘾问题。所谓医者难自医，尽管贝瑟尼帮助了许多人摆脱了酒瘾和毒瘾，自己却摆脱不了对食物的瘾，并且伴随着小女儿佐伊的出生，自己的抑郁症愈发严重，而自己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吃到如今几乎成了废人。 The only thing left is for it to physically take my life. Are you done? Yeah, I just have like a couple more bites.
说着，又让女儿给自己拿来了一大块巧克力蛋糕，一勺接着一勺往嘴里挖，看得女儿一脸无语。在家人旁敲侧击的控诉下，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的贝瑟尼终于决定开始减肥。可到那神医那边要开9个多小时的车，这对于好几年没出远门的贝瑟尼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考验。在哭哭啼啼的做了1个多小时的心理斗争后，贝瑟尼最终勇敢地踏出了房门，义正言辞地表示，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减下肥来。I need to do this, and I need to do it now before it's too late. But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do is get something to eat. 就这样，贝瑟尼一边啃着大汉堡，一边踏上了前往休斯顿的路程。路过快餐店，又买了一大包快餐。显然，贝瑟尼已经等不及要享用它了，于是提前结束了今天的行程，住进了酒店，准备大吃一顿。可一看到丈夫是先拿行李，而不是先给自己送吃的，她不由得崩溃大哭。直到吃上这一大口汉堡，才终于修补了她破碎的心灵。第二天，贝瑟尼终于是艰难抵达了那神医的诊所。上称一看，607.9磅，吓得贝瑟尼小脸煞白。一想老公和女儿在一旁看着，心里更是羞愧不已。在和贝瑟尼进行简单的沟通后，那神医敏锐地察觉到贝瑟尼似乎非常想依靠缩胃手术来解决问题，这不是一个好兆头。那神医严肃地警告他，缩胃手术只是减轻你食欲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你自身的意志不够坚定，还是暴饮暴食，你根本就减不了肥。为了证明贝瑟尼有减肥的决心，那神医给了他一张食谱，要求他一天进食不能超过1200大卡，确保1日3餐且断绝零食。如果能严格遵守，那么他在2个月内很容易就能减掉60磅，到时就批准你的缩胃手术。贝瑟尼答应得很快，但那神医还是深感不安。贝瑟尼似乎寄希望于缩胃手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临走前，那神医最后警告，你的2个女儿也都超了重，为了她们俩的健康，作为母亲的你必须做出榜样。也不知道贝瑟尼听进去了多少，她自信满满的回到家里，开始按照那神医给的食谱做起了饭。由于大女儿临近毕业，不想让她分心的贝瑟尼终于重拾起了母亲的身份，亲自做起了家务，这让大女儿一下子还难以适应。强忍剧痛做家务的贝瑟尼对自己的行动非常满意，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达到那神医定下的指标。果然2个月后，当贝瑟尼再次返回诊所，她神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跟2个月之前没啥变化，全身还是痛得要命。再一上称594.6磅，2个月只减了14磅，看得丈夫都失望地摇起了头。那神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贝瑟尼的减肥决心并不坚定，她一定在减肥途中偷了不少懒。 You may have made some small changes, but you're still hoping for a magic solution, s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 of the really hard work. 没想到贝瑟尼一口咬定自己完全是按照你给的食谱吃的。 For breakfast, I do kind of like a protein bar, and then for lunch, I do a protein bar, and usually like maybe some cheese or something with it. 那神医当场听无语了，这些高热量的玩意显然不会出现在我的食谱上。再说了，就算你一餐只吃1根，一天摄入的热量都远超1200大卡了，更何况你现在才减了14磅，显然你一餐吃了不止1根。那神医不希望贝瑟尼再跟自己玩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了，于是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重新再减2个月的肥。 I guess if I were to lose that, then maybe I'd be able to have surgery. 一听到贝瑟尼还寄希望于缩胃手术能一劳永逸，那神医又不安了起来。好在贝瑟尼这次终于狠下了心，丢光了家里的零食，还努力地做了一些运动。2个月后，成功地减掉了55磅，也侧面证明了他上次减肥确实偷了懒。那神医很满意他的改变，批准了他的缩胃手术。1个月后，又减了26磅的贝瑟尼终于被推进了梦寐以求的手术室。那神医切除了他90%的胃，拉出来就像是一条泡了水的长筒袜。手术能从生理上减少他的进食量，从此如果不出意外，他每个月都能减掉25磅的体重。可贝瑟尼偏偏要给你表演一下什么是意外情况。术后的第1个月，他只减掉了14磅。那神医给他安排的心理治疗，他也没有按时参加。尽管贝瑟尼对着镜头坚称自己没有屈服欲望，但第2个月的称重数据还是狠狠地打了他的脸。这1个月，他居然只减了4磅。面对那神医的质疑，贝瑟尼还是一样的嘴硬。
可冰冷的数字摆在眼前，显得贝瑟尼的谎言是那么的苍白。见多识广的那神医断定，一定是心理方面的原因，让你在无意中进食了多余的东西。你如果再不解决，早晚会胖回原来的样子。为此，贝瑟尼必须进行心理方面的治疗。话虽如此，同为心理专业的贝瑟尼还是对心理治疗充满了鄙夷。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和心理医生的会谈也是避重就轻。出了门之后，还是觉得心理治疗对自己一点帮助也没有，再次选择了半途而废。回到家里，摄像师也终于拍到了贝瑟尼所谓的坚决抵制诱惑。看着家人吃着薯片和零食，他咽了咽口水，最终还是乖乖走到了零食架面前。I haven't given in to any of the cravings. 果不其然，贝瑟尼坚定的意志让他在2个月内只减掉了6磅，再一次刷新了下限。 With how hard I'm trying, this doesn't make any sense, and it doesn't seem fair, because it's supposed to get easier after weight loss surgery. 果然不出那神医所料，贝瑟尼当真把缩胃手术当成了一劳永逸的神奇减肥法，从而无意中放低了对自己的标准。事已至此，那神医也没啥好说的，只能再次重复之前的医嘱，让他认真对待心理治疗，矫正心态，不要把缩胃手术当成减肥的捷径。显然话已至此，还是改变不了贝瑟尼的想法，他还是向那神医提出了停止疗程。面对那神医苦口婆心的劝说，贝瑟尼依旧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反而怪罪起那神医的疗程对自己来说过于艰难，自己完全无法承受。那神医虽然深感惋惜，但也只能如他所愿，结束了他的减肥疗程。挂断电话的那神医还在期望着贝瑟尼的醒悟，可贝瑟尼依旧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幻想。 My only hope is finding another way, even though I don't know what that way is.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你觉得贝瑟尼最终能减下肥来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这里是奇闻揭秘官，带你看遍天下奇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